3I Atlas 最近真的怪事连连，一批最新图像一出炉，连見慣大場面的科學家都開始皺眉，擔心它不只是普通天體那麼簡單。3I Atlas 的最新照片一公開，天文圈幾乎立刻炸開鍋，討論聲像潮水一樣湧來。作為第3顆已確認的星際天體，它越接近太陽，反而越像打拍子一樣發出從未見過的詭異光脈衝，節奏感強到讓人起雞皮疙瘩。3I Atlas 來自太陽系之外的深空遠方，它帶着異鄉氣息闖進來，怎麼看都不像一顆按套路行事的普通彗星。這種規律的過頭的閃爍，既讓人覺得陌生又詭異，像在黑夜裡有人反覆打手電，可偏偏又讓人移不開眼，越看越上癮。到目前為止， NASA 和 ESA 還沒有給出明確解釋。相對的，一些獨立研究者已經開始提出各種推測，但都還停留在可能性的層級。問題來了， 3I Atlas 的表現會不會已經超出純自然過程能輕鬆解釋的範圍，哪怕只是看起來像。它像從星際黑暗裡突然冒出來的陌生来客，速度更快，體量更大，連成分配方都怪得離譜，讓人懷疑它到底經歷過什麼。3I Atlas 速度接近每秒57公里，幾乎貼着黃道面飛馳，而黃道面正是各大行星繞太陽公轉的共同平面，就像高速公路的主車道一樣。對一個從外星系統闖進來的天體來說，這種貼得剛剛好的精確對齊，確實有點過分精準，精準到讓人背脊發涼。自從智利的 Atlas 巡天先發現它之後，哈勃、Stereo A、SOHO、GOES-19 等後續觀測接力上陣，結果顯示，它的增量速度更快，增量幅度更猛，明顯不像一般彗星那種慢慢熱起來的節奏。於是我們看到它出現清晰的閃爍，有時甚至像突然爆一下的亮度爆發，而這些瞬間都被不同團隊的觀測記錄一筆一筆抓了下来。這些突變再疊加那種不太尋常的藍色光芒，像是在提醒我們，這裡可能有更複雜的物理或化學過程，光靠傳統彗星脫氣那套說法，恐怕解釋不乾淨。所以各路望遠鏡拼出來的畫面，簡直像一場天體怪秀，既震撼又讓人不安。這顆 3I Atlas 的活躍程度，甚至比我們已知的彗星更躁動，更難預測，像一台你永遠猜不到下一秒會幹嘛的機器。3I Atlas 這名字，現在已經成了天文學家口中的重點嫌疑對象。它並不是那種只會反射太陽光的乖乖天體，表現完全不按常理出牌。更離奇的是，它看起來像在自己發光，仿佛內部還有別的能量在撐着。哈勃、Stereo A、SOHO、GOES-19 的最新圖像，進一步掀開了一個更刺激的細節，讓人越看越覺得不對勁。它的增量不是平滑爬坡，而更像突然跳蕩，一下子亮上去，又突然變回去。它越接近太陽，短脈冲就越頻繁越怪，而這些脈冲還像是自帶光源一樣，給人一種不是單純被照亮的感覺。光譜分析給出的信息更扎心，它的能量分布不像一般彗星那樣能用常見的熱過程解釋，像是熱之外還有別的在發力。按常規，太陽一加熱彗星表面的冰和塵埃，就會升華噴流，帶出亮光，這就是我們熟悉的彗星會亮的經典套路。可偏偏 3I Atlas 像是把這套必要材料給缺了好幾塊，邏輯一下就斷了。它幾乎沒什麼水，沒什麼塵，也沒多少冰，卻還能反復亮出驚人的光芒，這就像沒油的車還一路狂飆，怎麼想都別扭。過去幾週，多台望遠鏡持續記錄它的閃爍，
而且強度還在往上加碼，像是越演越烈。它離太陽越近，閃爍節奏就越清晰，越像有結構的圖案，甚至複雜到像被人刻意編排過。如果只是簡單化學反應，按理早該燃盡收工，可 Sun Atlas 反而像在遵循一套自己的時鐘，穩穩繼續。有研究者非常謹慎地提出一種類比，它的表現有點像深空裡的光浮標，在特定方向上更容易被察觉。當然，這只是比喻，不是結論。目前即便是较正式的說法，也仍夾雜不少推測成分，真正落地的解釋並不多。但在非正式討論裡，疑問反而越堆越高。為什麼會這樣？為什麼偏偏是他？如果當年的奧陌陌已經讓人覺得不尋常，那 Sun Atlas 這種看似技術化的閃爍節奏，又到底在暗示什麼？還是我們想太多了？哪怕只看最早那批數據， Sun Atlas 在化學成分上就已經非常反常，像從另一本元素菜單裡端出來的。光譜裡最扎眼的結果之一，是信號看起來幾乎像純鎳那樣突出，這當然需要更嚴密複合，但足夠驚人。更怪的是，鐵元素似乎很少見，這種缺乏程度不合常識，以至於一些研究人員第一反應就是會不會儀器或處理出了錯，但隨後多台獨立設備與團隊給出相近結果，等於在一定程度上把這個怪答案給頂住了。在我們熟悉的天體環境裡，鎳通常不會單獨出鏡，它往往和鐵一起出現，所以這種組合缺失就更顯眼。此外，二氧化碳相对其他氣體的比例也高得誇張，像是配方完全跑偏。一般彗星常見的是水、塵埃、甲烷，再加一點雜項氣體，可 Sun Atlas 的觀測特徵卻更像二氧化碳與含氰物質佔了主導，差異大到不像同一類家族成員。在敘事層面上，這些結果聽起來甚至像工業殘渣或被污染的合金那樣違和。當然，這只是形容它的反常，不是下結論說它來自工業。如果這些推断成立，鎳的特徵在缺鐵背景下仍突出，並在太空環境呈現發光行為，那就會引出更大膽的猜想，它可能涉及帶電過程，甚至像是主動維持某種電荷狀態。但這一步目前仍屬推測鏈條，至少在我們已知的彗星、小行星與碎片案例裡，還真很少見到這麼一套組合拳，所以它才會被反覆盯上。因此才有一些天體物理學家把它拿來和技術特徵做对比，也就是太空裡那種過於規律、疑似能量被組織過的信號。但請注意，這更多是討論方向，不是定案。把 Sun Atlas 和技術特徵扯上關係，確實很像科幻片橋段。可有意思的是，就連較嚴肅的討論裡，也往往會說一句，目前還不能把這種可能性徹底排除。一位天文學家的話很直白，我們還不知道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麼，但如果它最終證明不是自然物體，那就意味着人類正在直視一件暫時無法解釋的現象。這句話本身就足夠讓人沉默。另一個讓人起疑的點在軌道， Sun Atlas 的軌跡看起來過於工整，它幾乎沿黃道面做進圓形的運行，而黃道面恰恰就是行星公轉的那張統一盤面。對一個從星際深處隨機闖入的來客來說，這種對齊在統計意義上確實很難發生，像是隨手扔一根針，卻剛好插進同一個針孔。一些文獻討論裡甚至提到，這種精確對齊的概率可能低於100分號，數字本身未必是最終答案，但足夠說明它偏巧的不自然。按常理，其他星際访客更像斜着衝進來，以很陡的角度穿過太陽系，再沿雙曲線甩尾離開，來去匆匆。可 Sun Atlas 卻像貼着車道高速滑行，幾乎平行地穿行在行星軌道平面附近，
給人的觀感就像他刻意並入了這條軌道主幹道。這種走法，連最冷靜的研究者都難免困惑，它到底是巧合，還是我們漏掉了某個關鍵物理机制？這條路線看起來不像隨手一飄就撞上的，更像被某種條件精細塑形過。當然，這只是視覺上的直覺，仍需用力學演算說話。若要形成這種軌跡，往往需要在很長時间尺度上被引力反复拉扯，輕微偏轉，像被看不見的手一點點吊軌。更讓人心裡一緊的是它在天空中的來向與指向，這部分也出現了耐人尋味的關聯。有人指出，它的方向大致靠近1977年著名蛙无線電信號的天空區域，這當然可能只是巧合，但它確實讓故事更懸疑。蛙信號當年之所以出名，是因為它強烈又獨特，後來一直被當作潛在技術特徵的經典案例之一，雖然至今沒有定論。所以問題又回來了，這是一連串巧合疊加，還是我們正看到某個更大模式的邊緣？如果3I Atlas 只是普通彗星，那它的自轉往往更混亂，軌道會有些翻滾感，噴流帶來的微小推力也會造成可見擾動，總之不會這麼整齊。可現在很多關鍵細節仍不清楚，它到底怎麼轉，噴流怎麼噴，推力從哪來，一問三不知。更詭異的是，現有測量反而顯得很數學化，像按公式運行一樣，規律清楚的不像自然界常見的那種毛躁。它表現得異常穩定，穩定到不像一團冰和塵埃拼出來的鬆散雪球，更像結構更統一的整體。它的亮度变化還和軌道位置高度同步，給人的直觀感覺像是它會看着自己在哪兒，再決定要亮多少。這當然只是描述觀感，卻足夠怪。問題是，這種位置亮度同步的樣子，目前很難直接塞進我們熟悉的物理解釋框架裡。在自然現象與看似有意圖之間的灰區裡，理論上當然仍應優先用物理學去解釋，只是我們還沒找到足夠好的那把鑰匙。有研究者提出較保守的解釋：複雜的二氧化碳噴發與塵氣結構，可能在某些觀測角度形成特殊反射或散射，讓它看起來像在打光。但數據越積越多，這個模型就越顯得捉襟見肘，解釋力開始跟不上那些細節與節奏。它的輻射強度不是平滑上升，而是一段一段彼此分離的脈冲往上跳，像分包發送。這些脉冲的結構看上去更像信號形態，而不是隨機的化學反應噪声。當然，像不像不等於就是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過去幾個月它不是穩步變亮，而是出现猛然躍升的階段，像突然踩下油門。例如從4月到8月，它的總亮度幾乎翻倍，隨後又小幅回落。這種先爆冲再回撤的走勢非常不典型，在已知彗星裡很少有誰會這樣跳着亮，更別說它還被認為由如此不尋常的物質特徵所主導，這就更難套模板。它揮發裡的二氧化碳濃度高得離譜，遠超常見對比值。與此同時，水的跡象卻少得可憐，像把經典彗星配方直接刪掉了主料。這就意味着我們熟悉的水冰升華噴流脫尾那套經典機制，在這裡可能不是主角，甚至可能根本派不上用場。把軌道的精準、成分的反常、能量釋放的方式以及光脈衝的節奏全部拼在一起，你會發現仍有一部分現象卡在那兒，暫時解釋不通。因此研究報告的措辭往往非常謹慎，會用非引力效應、異常光度特性、不明能量来源等字眼，意思就是我們看到了異常，但還不敢亂下結論。雖然沒有研究者公開拍胸口說它是人造的，可這些描述湊在一起，
讀起來確實像在形容一種有工程味道的東西，這也是爭議的火種。一般彗星的軌跡各有各的脾氣，很少有2顆能長得像雙胞胎。它們的自轉也經常不規則，像一顆邊融化邊翻滾的雪球，姿態亂是常態。噴流會帶來扭矩，通常會把彗星擰來擰去，可 3I-Atlas 卻顯得格外穩到像具備某種自我平衡能力，哪怕這只是外觀上的觀感。它的軌道偏差非常小，自轉也顯得異常均勻。這種穩得很整齊的狀態本身就值得研究。按照目前軌道推算，它會在2025年10月前後最接近太陽，隨後再逐漸遠離，最終回到星際空間，向來打個照面就走。而近日點附近往往是它最活躍、最露底牌的階段。研究人員當然希望在這段窗口裡抓到最關鍵的數據，因此也有人討論，在它接近近日點的關鍵期，會盡可能協調多台觀測資源，像詹姆斯·韋伯甚大望遠鏡，以及可能參與遠距觀測的行星探測器等，用不同波段從各角度圍觀取證。這些觀測的核心目標很明確，它的能量與發光到底是內部機制在驅動，還是外部環境、太陽輻射等離子體相互作用造成的假象？如果最終發現這些脈衝並不依賴太陽輻射，那就會觸發真正的范式衝擊。你不得不考慮它可能存在某種內部能量機制，這在科學上會非常敏感，也會讓人坐立不安。就算最後證明一切仍是自然異常，3I-Atlas 也足以改寫我們對星际天體應該長什麼樣的認知邊界。它呈現出的特徵，像金屬一樣的某些成分信號、負碳或負二氧化碳的氣體特徵，再加上活躍而規律的光模式，幾乎處處和教科書裡的典型彗星畫像唱反調。這會不會是在預告我們正撞見某種目前還講不清楚的東西，至少是講不完整的東西？當然也可能它就是一顆彗星，只是化學成分極端到讓我們现有模型很難處理，於是看起來像謎團。也不排除人類的老毛病，在隨機波動裡硬看出規律，然後对暫時解釋不了的東西先緊張起來。這種心理偏差，科學也必須提防。可同樣也可能，它確實藏着某種我們應該理解的新機制，只是我們還沒把拼圖拼對。持續觀測顯示，它並不是單純越近越亮、越遠越暗，而更像按某種響應模式起伏，像信號一樣一段一段冒出來。於是有人提出更大膽的推測，這些光波動會不會像編碼頻率那樣有信息結構？但請記住，這一步目前仍是想象多於證據。截至目前，沒有確鑿證據能證明這種說法。不過討論確實還在繼續，畢竟數據還在不斷刷新。假如，注意只是假如，3I-Atlas 真攜帶某種人造信號，那它就會成為幾年內第2個引發類似懷疑的闖入者，這將極其震撼。繼2017年奧莫莫那次令人費解的加速度與飛掠之後，3I-Atlas 就會成為另一個被打上問號的星際訪客，讓人不得不重新回看當年的爭議。在某些討論裡，這兩者都曾被懷疑可能像偽裝得很好的探測器，而更現實的一點是，到今天，他們確實都還沒有得到讓所有人信服的完整解釋。當然，更保守也更可能的答案是，它們屬於我們還沒搞懂的自然現象類別，只是剛好長得太像故事。別忘了，我們對太陽系外來客的觀測史其實很短，人類以前也從未在這種尺度與精度上反覆追蹤過星際天體。那些過去沒見過的元素組合與成分比例，也許正提醒我們對什麼算自然，什麼算異常的邊界，可能畫得還不夠完整。說到底，我們既不確定在別的恆星系統裡近乎純鎳的特徵是否正常，也不知道奧莫莫或3I-Atlas這類天體究竟從哪裡來，怎麼形成，經歷了什麼旅程。
而最震撼的一點是，太陽系外的世界，我們其實了解的非常有限，有限到足以讓任何自信都變得謙卑。星際天體一邊是巨大的學習機會，讓我們窺見外星系統的化學與歷史，另一邊也是未知的壓力來源，因為它提醒我們，宇宙裡還有太多事情尚未寫進人類的檔案簿。